今集同大家衝出英倫，搭豪華郵輪由英國修咸頓直達挪威4個沿海偏門城鎮。除咗上岸睇靚風景之外，船上設施、飲食、娛樂，甚至痛苦經歷都會一一同大家分享，務求俾大家一個最客觀嘅開箱報告，睇下係咪物有所值。今次旅程係喺世界上第20大郵輪 MSC Virtuosa 上度過，一共玩7晚，所有乘客都係由英國南面嘅修咸頓港上船。呢艘船最多可以坐6300幾個乘客，大部分乘客都係自己揸車去郵輪碼頭，所以即使我10點半左右去到碼頭一帶已經泊咗好多車，預先訂定車位，你就可以放心喺呢度泊足1個星期。唔揸車嘅話，可以搭火車，又或者喺修咸頓市住1晚，再搭的士嚟郵輪碼頭上船。郵輪4點起航，最早11點可以開始 check in， 流程同搭飛機類似，不過次序就先係放低行李，過安檢，再正式 check in。等 check in 睇 passport 嘅同時，有 welcome drink 供應，就算帶埋老人家1家4口，都好快完成 check in， 可以上船。上船後會直達6樓嘅中庭大街，亦即係購物區。上船前放低嘅行李有專人會送到你房門口，所以呢個時候大家都係兩手空空嘅。客房有2點半先至 ready， 咁不如趁呢個機會快睇下隻船有啲乜設施。6樓大街兩邊有唔同嘅酒吧、餐廳、甜品店，仲有購物區、紀念品、日用品、名牌 outlet， 甚至貴價手袋同埋名牌衫、手錶都有得賣。近船頭方向仲有個可以容納1000幾名觀眾嘅劇院，呢幾晚嘅娛樂節目都會係喺呢度舉行。5樓同6樓船尾方向嘅餐廳提供 brunch 同埋晚餐俾所有乘客，唔使另外俾錢嘅，食物質素其實唔差，而且佢個餐牌7晚都唔同，所以唔怕會晚晚食住同樣嘅嘢。你亦可以選擇上15樓食 buffet， 不過呢一個一陣先介紹。7樓主要就係扒房、鐵板燒餐廳，同埋一間好靚嘅亞洲 fusion 菜。呢啲餐廳係另外收費嘅，但如果你上船前 pre-book 咗，咁平均每位每餐可以平到大約25磅，相當之抵。不過 book 餐廳係第一個令人失望嘅位。我上船前官網一直都冇指引話俾我知點樣訂台，結果上船之後要去客戶服務中心問。佢哋係基本上幫唔到你解決問題，而且呢個時候我至發現，除非你係坐頭等，上船之後你仍然要去餐廳排隊約實日子同時間，而且非頭等乘客永遠只有最早嘅5點半或者最夜嘅8點半甚至9點半時段可以揀。8至14樓都係酒店房，上到15樓先至有其他活動設施，包括免費提供1日3餐嘅自助餐。船頭方向就係甲板同戶外水池區。再行遠啲就係室內水池同其中一個酒吧區，記得帶泳褲就可以喺呢個室內按摩池度嘆下。如果冇帶泳褲又想按摩，可以去7樓嘅 SPA。2點半之後，大家就終於可以入房休息。第一印象係房嘅大細同一般酒店差唔多，唔算特別細。床係 Queen size 嘅雙人床，床褥仲係意外地 firm 同舒服。我呢隻中價房就係有露台嘅，有足夠嘅空間放2張凳，絕對唔覺得逼。露台到門嘅隔音亦做得相當之好，出門之後幾乎聽唔到出面嘅風浪聲。雖然艘船係由英國出發，房入面電掣只有歐盟插頭、北美3腳頭同埋 USB 插電。洗手間就同其他酒店一樣，只有毛巾或者廁紙提供。值得一提嘅係，沖涼房個花灑係非常之有力。呢樣嘢就已經優勝過絕大部分嘅酒店房啦。正當我以為4點開船前可以喺房休息一陣之際，就有廣播通知全船乘客3點鐘要參加意外逃生演習。結果一下子全船人都要落返去6樓或者7樓嘅指定集合點拍卡先至叫做完成演習，可以自由活動。幾千人同時湧向6樓同7樓，指示又唔太清晰，又要睇住老人家，係有啲壓力。旅程嘅頭2晚都係喺海上度過，船公司都怕大家會悶，所以安排咗唔同嘅活動，
好似呢個另類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比賽，挑戰係用最短時間拉100米麻繩，又或者1分鐘之內拋沙灘波唔跌落地最多次。中意睇 show 嘅話，喺呢個可以容納成1000觀眾嘅劇院，就有郵輪版嘅 MasterChef 歌舞表演。船上分佈咗唔同類型嘅酒吧，不下10幾間，基本上每晚去1間都唔會重複。比起酒吧，更多人參觀嘅就係五光十色嘅賭場。呢度有賭台、輪盤機同大量老虎機，根本就係個迷你版澳門，可以平到平均 50p 玩一鋪老虎機，搣下20磅可以玩成個鐘。不過大家小賭怡情玩下好啦，否則就真係賭錢落去啦。旅程嘅第3日大清早，我哋終於到達挪威嘅第一站海于格松 Haugesund。上岸之前，不如去一直都未介紹嘅自助餐廳食個早餐先。餐廳位於15樓，每日供應3餐西式食物，例如漢堡包、薄餅或者呢啲。佢哋嘅 salad dressing 都幾有創意，連老抽都有。呢度24小時開放，繁忙時間會忙到要分流入場。但如果坐到去船尾，甚至室外，就係幾繁忙都會有位。呢一刻至叫做正式入境挪威。落船過程相當之順利，完全唔需要過海關或者查 passport。入市區嘅接駁巴士就係喺碼頭嘅出入口，非常方便。講返海于格松，呢個係維京人時代嘅重要港口小鎮。海于格松市中心人口只有9000人唔夠，但就有足夠嘅餐廳、cafe、紀念品店、各類小店，甚至有個小型商場去滿足郵輪客嘅需要。呢一站我選擇自由行而冇參加1日遊，因為呢個地方唔大，由市中心由頭行到去尾大半個鐘就夠，而且沿途又有特別嘅建築物、教堂同靚風景睇。更唔少得就係佢哋出名嘅雕像。今時今日，除咗旅遊業，造船、做鑽油台工業都係佢哋主要嘅經濟動力。郵輪停留咗大約9個鐘之後，傍晚時分就出發去下一站啦。第4日大清早，我哋就到達第2站洛德克灣 Nordfjordeid。礙於佢嘅地理位置，上岸必須經由渡輪接駁，由集合、分組出發，登上渡輪到上岸，足足用咗成45分鐘。呢個小鎮比先一日參觀過嘅海于格松人口更少，只有3000居民左右。船上嘅6000幾乘客就係呢度人口嘅1倍，諗起上嚟都幾嚇人。呢個小鎮就只有3-4條街俾你行同參觀。大家不妨去呢間可以喺有100年樓齡建築物嘅 cafe 飲杯嘢休息下，再去行下呢間家品幾靚嘅 charity shop， 再行多幾步，仲有間1年4季都有聖誕裝飾物賣嘅紀念品店。出奇地，呢度市內人口少少，但有間大型超市同埋1個商場。如果你對維京人歷史有興趣嘅話，呢度有幾個埋葬貴族嘅墓冢，同一間維京人博物館。洛德克灣嘅風景的確係幾靚，但我個人認為，除非你參加1日遊去附近睇冰川，否則其實唔上岸，喺船上離遠欣賞都冇問題。我最後喺呢度留咗4個鐘都唔知有冇，就再排隊搭渡輪返上船啦。一覺醒來就到咗行程嘅第5日。今日要參觀嘅小鎮係行程入面最出名同最靚嘅地方——佛洛姆 Thrain。同前2站唔同，今日我就參加1日遊。
去搭被譽為係世界上風景最靚嘅鐵路，連接佛洛姆同埋卑爾根嘅 Dufferin Railway， 每一班車都吸引大量遊客。火車公司就特別安排咗其中3卡車廂俾郵輪嘅乘客，確保人人有位坐。呢個安排都算唔錯。條鐵路一共興建咗16年，喺1940年正式投入服務。喺全長20公里嘅路程當中，兩邊都不乏高山、雪景、大小激流或者瀑布。講到瀑布，火車會喺中段停留5分鐘，俾郵輪乘客近距離欣賞其中一個瀑布。之後轉另一架火車，直達沃斯 Vos 參觀，同喺市中心一間酒店食 lunch buffet。近年好多旅行團或者自由行旅客都會揀經過沃斯作為中途站。市內有登山纜車之餘，附近亦有好多靚風景同瀑布，水仲相當之清添。呢個本地團前後有成6個鐘咁耐，一返到碼頭就要馬上上船離開。喺離開佛洛姆嘅航程上，兩岸壯闊嘅山景睇到我唔捨得返入室內。今次旅程嘅最後一站就係挪威第3大城市斯塔凡格 Stavanger， 全市人口一共有36萬幾，同之前3個簡樸小鎮相比，未落船就已經感受到城市嘅氣氛。不過我對呢個城市嘅認知就只係得咁多，因為我今日參加咗個玩足7個鐘嘅行山團，一落船就馬上搭個半鐘頭車去起點，完全冇喺市內停留過。行山團嘅目的地係有天然觀景台之稱嘅報道台 Pulpit Rock， 佢最高點有604米咁高，聽落去好似唔算好高。但由起點開始就有一大段斜路，頭1公里幾乎冇休息地點，難度唔高，但係就極之辛苦。話雖如此，其實呢條路喺2016年已經加咗石級同埋修整過部分地段，整體嚟講已經叫做易行咗㗎喇。最後我用咗1個鐘頭3個字左右行到上目的地，上到嚟居高臨下，唔阻大家欣賞呢度嘅風景啦。離開斯塔凡格之後，郵輪就會回航，向修咸頓直駛，而最後一日嘅行程亦會係喺北海水域上面度過。總括嚟講，行程同食宿安排尚算唔錯，而且睇得出船公司係盡力安排大量娛樂節目，務求乘客唔會覺得悶。如果唔想諗行程同交通安排嘅話，呢次旅程其實係相當之唔錯。不過老實咁講，佢安排嘅歌舞表演、跳舞班同埋遊戲環節等，都係為老人家同小朋友而設。哪怕佢有成10間酒吧、賭場、迷你保齡球場、水上樂園，甚至 F1 模擬器，我個人就覺得吸引力有限，未必會日日去。不過可能係我覺得唔好玩啫。好彩船上面仲有個 gym 同緩跑徑，總算可以做下運動。我極度建議大家上船之前預先裝咗 MSC 嘅官方 App。雖然船上係冇免費 WiFi， 而且航行途中連 data 卡都未必收到信號，但船上嘅內聯網支援呢個 App， 你可以經呢個 App 睇到當日船上有乜活動、各餐廳嘅餐牌、天氣預告，甚至同屋企人用短信溝通。萬一你唔上網唔得嘅話，其實你係可以買船上嘅衛星 WiFi package， 成100幾磅一個星期，絕對唔平。不過如果你可以忍到第3日先至買，咁就可以慳翻成1/4價錢。總括嚟講，呢個7日嘅行程，4個人共2間房，3間自費餐廳，基本收費每位大約1100磅多啲。
再計埋酒水同埋2日嘅本地團，埋單總共每位大約1400磅左右。你又覺得今次行程值唔值得玩呢？不如喺留言區嗰度分享下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7日郵輪之旅，希望大家去 like 同訂閱支持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